江户时代普通百姓仍在忍受官僚家族的压迫，端茶的侍女只是不小心摔倒，就被逼着砍掉手指来谢罪。这样独断又蛮横的行为每天都在上演。但今天一位叫吴焕的武士走进了这家酒馆，小风侍女用100串团子请他帮忙，吴焕二话不说，拔剑替他撑腰。还有武士想耍帅，结果一刀就被砍掉了一只手，其他武士也被吴焕打得找不着北。官二代却在那儿冷笑：“你知道我爸是谁吗？你敢动我，你会死得很惨的。”吴焕说：“我是乡下来的，不知道你爸是谁，但我能让你死得很惨。”说完，他抓住了官二代的手，叫你爸最厉害的武士来，不然我就砍掉你的手指。几分钟后，一个戴眼镜的武士进来了，吴焕认为他就是那个高手，立马冲上去拔剑，戴眼镜的武士只能迎战，两人势均力敌。这时，酒馆里的一个油罐被打翻了，是那个被砍手的武士故意放的火，酒馆一下子就被大火吞没了。打到后厨的两人也被围困在猛火中，被贪官抓到了。其实戴眼镜的武士阿仁不是贪官的人，他其实是看不过眼贪官欺负百姓，所以才出手帮忙的。他本来只是想去酒馆吃个饭，结果被脑子有问题的吴焕偷袭了。贪官判他们第2天死刑，但这俩流浪武士肯定不会坐以待毙，在执行死刑的时候，你们应该担心会不会出事。武士刀在手，吴焕和阿仁马上展现神威，小风侍女也来帮忙，她用烟花弄瞎了敌人，帮助两人成功逃出升天。从此他们一起逃亡。小风跟他们说帮忙是有条件的，要他们帮他找到一个特别的武士。吴焕一头雾水，向日葵是什么东西？他们旅行中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怎么解决吃饭问题。3个一穷二白的家伙，钱只够买个烤馒头，还有乌鸦跟着抢食。边上桌子的农民正在聊山上有鬼的传言，他们挑唆当地的老武士去除鬼。老武士软绵绵地说自己不懂武功。吴焕马上站出来，给我一顿好的，鬼我来打，还故意装了个大头。村里人赶紧宴请了他们一顿大餐。阿仁听餐馆老板说有座破屋能免费住，他们就出发去那儿了。路上竟碰到一个赤脚的女子，吴焕帮她修鞋，开玩笑说要收费，开个玩笑，亲个嘴就行。女子竟然答应了，明显有猫腻。吴焕却真信了，结果亲吻中被下了毒。阿仁泡澡时遇到了老武士，老武士说知道向日葵武士的下落。阿仁对这消息很感兴趣，就跟他去了森林。谁知老武士突然露出凶相，原来他是个杀手，雇他们的黑手是那个独臂武士。独臂武士身边有个打手鬼若丸，鬼若丸从小就壮实丑陋，经常被人欺负，最后竟得了 PTSD。独臂利用坡招募他当小弟，依赖鬼若丸的力量，他们把小风绑架了。中毒的吴焕去救人，根本打不过鬼若丸。小风鼓起勇气把独臂推进河里，这激怒了独臂，独臂翻脸想杀小风。关键时刻，鬼若丸抓住了他的脖子，一下子就结束了他。鬼若丸一直被当怪物对待，只有小风视他为人，他决定帮助小风。老武士看到雇主死了，也就收起了刀。没人付钱，我干嘛要杀人？几天后，他们又一次破产了。小风因此唠唠叨叨，2个武士听他唠叨听到崩溃，直接溜了，丢下他一个人。小风孤单地站在风里，头发乱飞。吴焕接触了当地的永富组，他那一手好刀法引起了力哥的兴趣。力哥把吴焕拉进团队里，保证跟他混能天天吃螃蟹。另一边，阿仁找上了瓦一组，这地方以前是瓦一组的地界，组长评书人好事讲道理，村里人都挺喜欢他的。永富组开赌场，骗光了村民的钱，欠债还不上的话就得卖女儿。他们就这样赚了一大笔，不停地侵占瓦一组的地盘，甚至瓦一组的副手石松都倒戈了。瓦一组的少主是宗介，他心爱的大姐姐被抓了，他想抢回卖身契，结果被狠狠地揍了一顿。阿仁看不过去，帮了一把，他一出手就把小弟吓跑了，但这并没什么用，大姐姐还是被卖了。为了救他出来，宗介想了个绝招，和阿仁一起女扮男装混进去。他们让阿仁试试弹3味线，结果阿仁的演奏惨不忍睹，守门的竟是吴焕。更巧的是，小风昨天也被抓了，进来后被迫从良。3个人就这么尴尬的见面了。小风不让他们斗，但吴焕和阿仁顾不了那么多，他们又开始打得不可开交。这时力哥的人围住了阿仁，吴焕急了，大喊别捣乱，只有我能砍他。一激动进攻向力哥的人，所有人都傻眼了，这人疯了吗？阿仁趁机扔烟雾弹，带着宗介逃了出去，但没救到大姐姐。宗介很是难过，一时冲动，宗介直接捅了人，结果当场被抓。为了救自己的儿子，评书只能跟力哥坐下来谈谈。力哥打算把瓦一组的地界全吞了，他提出来要跟评书赌3把，永富组出头子，瓦一组出荷官，赌1把就决出胜负。表面看起来这赌局挺公平的，但评书心知肚明，对方手里握着儿子的命，想救儿子只能选择认输，所以评书决定不派荷官去。赌局当天的时候，穿着盛装的小风突然现身，他是受不了红灯区客人的猥琐，找到机会逃出来了。
他到了赌场被当成了荷官，这让小峰一头雾水。但他很快就进入了角色，即便小峰帮忙，平叔还是输了赌局。平叔掏出一把短刀，他说：“我绝不会把地盘让给别人，我愿用生命换我儿子的自由。”说完就当场自杀了。力哥对这种行为不屑一顾：“你不给我就没面子了，那我就硬来。”这时门被踹开了，进来的人是吴焕。自从他砍了自己人，就离开了永富组，一路追到这个赌场来找小峰。吴焕做事一贯是先砍后问，他一闹力哥吓得跑了，逃跑中遇到了石松，结果被石松一刀给做掉了。原来平叔的死让石松良心发现，宗介希望他回头是岸。石松不想以叛徒的身份活着，他跟吴焕提出决斗，最后被吴焕杀死了。为了填饱肚子，竟让小姑娘出来钓金龟婿，活过来了却吃不下饭。小峰看着他们两个废物很不满：“你们俩废物男人，快点想办法挣旅费。”吴焕找到街上的小混混，一顿暴揍加威胁把钱抢来，转头就把钱全花在烤鱿鱼上了。吃完后才想起忘记存旅费了。巧的是小混混刚好有点零花钱，阿仁处理事情就优雅多了。阿仁在书店门口正跟个老头下棋，赢了的话能拿到一大袋金币。小峰被他钓到的那个有钱人带走了，那男的是个专画浮世绘的画家，他打算请小峰做画的模特。画家画呀画，一直画到天黑，小峰好奇死了，迫不及待想看画。突然一帮混混闯进来了，小峰被绑起来那一刹那才恍然大悟，这不就是个仙人跳吗？那些混混和画家都是书店老板娘的人，他们背地里还搞人口贩卖呢。那位长得帅帅的画家是老板娘的宠，可今天他似乎心神不宁，大姐头一走，他居然想偷偷放小峰走。小峰给了他一个耳光：“你到底骗过多少女孩啊？”画家也挺为难的，那时候画画根本养不活自己，他也是被逼无奈才这么做的。可惜老板娘早就看穿了他的反抗，被狠揍一顿后又被丢回家里，回家却碰见了个男人，正是在找小峰的吴焕。这时小峰已经被装到了开往国外的船上，吴焕二话不说从桥上跳下去，两个小混混立刻被他摁在水里，剩下的那个一把抱起小峰就跑，他跑吴焕就追，两人一路穿过大姐头的书店，终于被吴焕一脚踹倒。这时候一位捕快带队冲了进来，他早就偷偷收集到了人贩的证据，马上抓起了那帮人贩子的头目，居然是跟阿仁下棋的那个老头。大爷看起来倒是挺淡定的，临走前还承认阿仁的棋下的好，把一袋金币留给了他。这下子他们的旅费总算是有着落了。画家向小峰告别：“我要去国外学艺去了，回来再见哦。”结果他偷渡时被抓送回来了。不过他画的小峰肖像还是传到了国外，正好被一位叫范高的画家看到。范高受此启发，画出了名画《向日葵》。这一天，三人组坐船到了江户，正赶上一场大胃王比赛，赢了还能免费大吃一顿，参加比赛的费用全免了。咱们这三个穷光蛋只好全力以赴了。他们用武士刀做抵押参加了，规则超级简单，只要双手合十表示吃饱了就算输，坚持到最后的人就赢了。阿仁吃了不到半碗就投降了。吴焕虽然看似疯了，但胃口却很正常，吃了几碗之后就坚持不住了。这两个没用的家伙只好把希望全都放在小峰身上，最后只剩小峰和一个神秘对手，他们俩的胃就像黑洞一样，疯狂的吃法让旁观者哭笑不得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就因为小峰打了个苍蝇，竟然就这样输了。输了比赛，连武士刀也没了。但那个神秘的赢家找到他们，他是个红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，自称丈二只是来江户观光的，说如果带他游遍这城市，他愿意把武士刀还给他们。阿仁马上答应了这个任务，他们带丈二去了浅草寺，还尝了手握寿司，河边观赏了烟花美景。丈二玩得不亦乐乎，吴焕觉得是时候要刀回来了，丈二却说还有个地方想去。这时候警察冲进来了，原来是来抓丈二这个外国人，这直接触发了吴焕的反叛心，你们这帮人也敢来抢人！他和阿仁立刻反击，一阵混战后他们成功逃脱。丈二最后想去的地方居然是去看夜晚的艺伎表演，舞台上的艺伎让他目不转睛，表演一结束他就冲向后台，结果发现那些艺伎全是男扮女装，这让丈二愣住了，他觉得这太精彩了。原来丈二一直都是同性恋，他在家乡因此经常被欺负，曾无意间读到关于日本男子的书，对日本这个地方充满了憧憬，现在终于见到了确实名副其实。就在这时，警察闯入了后台，丈二最终把武士刀还给了他们。吴焕和阿仁帮丈二冲上了舞台，结果警察把路都堵死了。就在这时候，一个日本官员带着圣旨出现了，丈二原来是东印度公司的大头目，警察一下子都吓傻了，差点闹了个大乌龙。临走前，丈二感谢了3个好心人，小峰借机问了丈二关于向日葵为武士的事，还掏出个骷髅头挂件。丈二一听这个脸色大变，他对小峰说：“去长崎看看吧，那里应该有你要找的。”可这3个穷光蛋怎么跑到长崎去呢？于是决定碰碰运气，在赌场真把运气用光了，3人赢了一大笔。结果一出门就让贼给偷了。吴焕和阿仁二话不说追了上去，可惜还是让贼给溜了。他们根据线索找到了一间废弃小屋，小屋里只有个病重的老太太。吴焕和阿仁决定四下查看，让小峰留在小屋里守着。不知不觉已经深夜了。
那小偷居然真回来了。原来他偷东西都是为了给母亲治病。小峰看在眼里，心里不忍，没把这事告诉吴焕他们。这小偷身上也不轻松，为了治好母亲的病，需要一根贵重的人参，他哪来那么多钱啊？几天前，他从一个黑帮那儿偷走了1包白粉，打算把这违禁品卖了换钱。可黑帮很快就追到了，很快他们就知道了小偷的消息。黑帮来寻仇的时候，小偷正在和小峰扭打。小峰机智的叫来了警察，小偷心虚的很，一慌就把小峰当人质拖进了空屋。大白天的劫持人质引起了轰动，周围邻居都围观起来。脑筋急转弯的吴焕想冲进去救小峰，但屋里的气氛出奇的融洽。小偷其实不想伤害小峰，小峰劝他别再偷了。小偷苦笑说他也想找工作，可没人愿意雇佣他这种小角色。为了医治母亲，只能靠偷，他不能被抓，如果被抓了母亲怎么办？小峰建议我去做诱饵。行动还没开始，黑帮带着小弟砸窗闯进来了。吴焕在门外大闹一场，竟突破了警方的封锁线。他像疯了似的冲进屋里，一下子就制服了黑帮。小毛贼抓住机会跳窗逃了。他对小峰说绝不会忘了你的恩情，但故事并没有那么浪漫的结局。小毛贼跳窗后跑进了死胡同，面对赶来的警察，他拔出短刀拒捕，结果被警方当场击毙。小峰把这个噩耗告诉了他的母亲，母亲含泪说他早就误入歧途，死亡也许是他的报应。面对泪流满面的老母亲，小峰一时间无言以对，他只能承诺会再来看望您的。见过的最有仪式感的武士，决斗前由小弟负责照明，另一个小弟负责放 B-box 音乐。现在的武士都开始玩嘻哈了，没有嘻哈的武士大会我才不去看呢。嘻哈武士永光闯进酒馆，偶遇了主角3人组，他们因为没钱吃饭，刚把阿仁的眼镜当了。永光一眼就注意到小峰，派小弟去搭讪却被拒绝。永光邪魅一笑，小峰你真是吸引了我的注意。小峰不情愿的拿到了永光的联系方式，他虽然有点抗拒，还是向吴焕和阿仁炫耀了一番，真是受欢迎的女人的烦恼。正当这时，服务员端来了酒，是个身材火辣的御姐送的。她很中意吴焕和阿仁，当着小峰的面把2男人骗走了。3人走进一家西洋酒吧，喝了几杯红酒，御姐直接扑进吴焕的怀里，然后他又被美女灌醉了。等等，我为什么要说又？亲眼看着2个男人被带走了，小峰气得牙都快碎了，决定教训一下这俩背信弃义的家伙。他居然决定跟永光出去约会。永光见面就开始吹牛皮，说实话他的剑术简直弱爆了，能赢决斗全靠运气帮忙。他曾经去过一个道场挑战，结果到那发现馆主被自己的弟子干掉了，于是他就发誓要找那个大弟子报仇。那个武士戴眼镜，名叫阿仁。小峰脑子里一阵轰鸣，这怎么牵扯到我家人了？他赶紧找理由闪人。第2天清早，他在街边的臭水沟发现了吴焕和阿仁，这俩没用的男人果然被洗劫一空。小峰怒不可遏，实在太过分了。3人只能在街头表演赚钱，用挣来的钱赎回了眼镜。没想到永光也在这里，他立刻认出了阿仁，让一个小弟怒火中烧，正好是阿仁的徒弟，他要为师傅证明。阿仁听后依然面不改色，承认了杀师的事实，却拒绝透露原因。2人在外头开始决斗，阿仁轻而易举就赢了，但没下杀手。永光看得一身冷汗，我这是追杀了个什么东西啊？这时那位性感的御姐走了过来，她竟是永光的老婆。御姐二话没说就把老公拖回家。3人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，现在的夫妻都这么激烈吗？几天后，3人打算离开江户，路过一个必须检查的关口，那里需要检查旅人的通行证，他们正好都丢了通行证，只好找黄牛买了假的，然后果然被抓了。这关口的官员是个怪胎，他喜欢斩首犯人，但今天他异常宽容，只是让吴焕去送一个首级，如果天黑前不回来，别说小峰和阿仁了，想让吴焕没机会逃跑。小眼镜被派来偷偷盯梢，他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得穿过一片森林去衙门，那里据说住着天狗，没人能整个走出来。吴焕这种大胆的家伙怎会怕？他拼命的跑，很快就有一帮戴天狗面具的人紧跟在他后面。吴焕利用精湛的跑酷技巧甩开他们，这下他可得意了，想抓我？做梦去吧！天狗其实是一群僧兵，他们不满武士统治躲山里，这些家伙简直就是嬉皮士，天天吸鸦片聊政治，今天批政府，明天又喊革命，说白了就是一帮嘴炮。他们把吴焕当成武士的走狗，于是抓住他狠揍一顿。吴焕却冷笑，一群不敢真咬人的狗，聚一块儿也就叫叫而已。吴焕的直言不讳让僧兵们哑口无言，他们把他扔进了监狱。小眼镜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他想帮忙，结果也被打晕了，结果和吴焕一起被关。吴焕正想嘲笑他，谁想到小眼镜竟然会缩骨功，他轻松解开绳索，点燃了牢房内的一把火，利用混乱逃了出去，但还是被僧兵围在田里，火势恰好蔓延到田里。吴焕觉得自己突然来劲了，官员等不及吴焕回来，就要处决阿仁和小峰。看着2人即将丧命，突然飘来一股神秘紫烟，官员一息之下疯狂大笑，手下们竟抱头鼠窜，一场疯狂的派对突然开始了。原来是僧兵的鸦片田着了火，
火一烧，周围的人全都嗑药了。阿仁和小峰因此逃过一劫。找到吴焕时，天已经亮了。刚离开江户，三人又进入了一个没钱吃饭的循环。运气好的是，寺庙的老方丈收留了他们。为了表示感谢，他们帮忙清扫了寺庙。吴焕特别不习惯，我来这不是为了做家务，是来斗恶的。正好最近镇上有个杀人犯，这个人只跟高手较量，村里人都叫他斩人士，谁能干掉他就能拿到10两银子奖励。这下吴焕兴奋了，这活儿真是我的菜。但找个杀人犯也不是件容易的事，他找了一整天也没线索。烦躁的吴焕想借酒消愁，但因为穷只能点一杯。幸好旁边桌的辫子哥分享了酒，他们就这么聊了起来，喝了一整晚。回去的路上，吴焕突然抽剑，他认出来这人正是斩人士，辫子哥也毫不避讳承认，两个人马上就打了起来。只见辫子哥深呼吸一下，他的剑走位巨准，竟然刮起了阵阵风，要不是吴焕及时躲闪，头都要被砍下来了。他们打斗吸引了镇上的人，辫子哥见状逃走，他留言说下个满月再战。吴焕把这话记在心里，因为这是第一次让他受伤的对手。回到寺院，方丈告诉他，辫子哥原来是他的前徒弟生龙。生龙曾是武术天才，但一次传难后流落少林，在那里他深入了解了中华武术，他放弃了剑术，开始练内功，他的思想开始变得极端。生龙觉得武术就是杀人术，开始瞧不起那些花架子武士，于是到处挑战高手，试图证明自己的观点。吴焕对这些故事不感兴趣，为了打败生龙，平时懒散的他突然开始努力，用尽各种方法苦练，终于在下个满月之际达到了巅峰状态。生龙一掌就把吴焕扔下了桥，然后一个飞脚把他翻在地上。生龙深吸一口气，启动了内功，吴焕也模仿着用起内力，他们的剑在空中硬碰硬，吴焕居然挡住了生龙的强劲内力。这下子生龙吓了一跳，空手就向吴焕冲过去，可吴焕早就等着呢。冷酷又优雅的武士阿仁居然喜欢上了青楼女，还是别人的老婆，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他做出这种决定？阿仁是在一个雨天遇到他的，他正拿伞站在桥上，路过的阿仁跟他说这河水太浅，想自杀得换个地方。阿仁今天去鳗鱼店帮忙，作为黑暗料理后人，他的厨艺简直是灾难，做这工作全靠胆量。运气好，第一个客人就是他。他看阿仁手忙脚乱，就帮了他一把，从处理鱼到烤鱼卖鱼样样行，在他帮忙下生意特别好。收摊后，他们开始聊天。他叫子乃，帮阿仁不是为了钱，而是感激。她为还赌债的丈夫，明天要被卖到青楼，原本打算今天就自杀，却被好心的阿仁劝回。子乃谢了阿仁留给他的美好记忆。此后，阿仁每天都会去青楼门口，通过栏杆跟子乃聊天。老哥问他要不要子乃陪伴，囊中羞涩的阿仁只好说实话，这让老哥很不爽。穷鬼别烦我。这时吴焕和小峰刚好赢了钱，阿仁马上借了谢，他又回到了青楼。刚才还生气的老哥，一看到钱马上变脸。阿仁终于能单独跟子乃相处，他们共度了一夜。阿仁想跟他谈谈赎身事宜，子乃的赌鬼老公突然出现了，这男的一上来就向子乃要钱，不给就开始家暴。阿仁立马出手把他轰走。这一下阿仁决心了，我得帮子乃逃出这生活地狱。阿仁那晚把事情托付给小峰，如果我没能回来，你就和吴焕一起去找那个喜欢向日葵的武士。阿仁带着一往无前的决心去找子乃，他对他说，你的人生应该由你自己掌控，不需要为了一个渣男委曲求全，所以跟我来吧。阿仁的话唤醒了子乃内心的反抗火焰，他们用绳子从楼上滑了下去，但被机警的老鹅发现了，瞬间就被几十个武士包围了。阿仁进青楼时刀子被收了，他只能徒手跟敌人拼了。紧要关头，小峰和吴焕赶到了，两个无敌的武士合力突围，瞬间杀出一条血路。阿仁把子乃送上了船，那赌鬼丈夫也追来了，他跪求子乃别离开他，但子乃霸气的扔给他一把钱，并且坚定的说他要重新掌控自己的生活。阿仁把小船推向大海，但他没跟子乃一起离开，对他来说，吴焕和小峰是他的家人，而子乃将永远是他心中难忘的痕迹。阿仁和子乃告别后，三人继续向海边进发。到了海边，小峰兴奋地玩起了水花。吴焕在沙滩上遇到了一个黑皮肤的少女，少女含泪看着吴焕。这时，一张大网突然从天而降，几个盗贼从森林中冲出来，率先的一个人手持火枪，冷笑着跟吴焕打招呼：“久违了。”他叫海，是小作的哥哥，他们都是吴焕的儿时伙伴，三个人都在琉球长大，兄妹俩现在是海盗。他们来找吴焕并不是为了钱，而是想找帮手做一次大的，还邀请吴焕加入他们，但吴焕冷冷地拒绝了。吴焕说他和还没什么好谈的。小作追上来了，他跟三人说想去长崎就得找船，这是走得最快的路线了。吴焕一听这话就去找船了，可小作的脸色立马沉了下来，又要和吴焕分道扬镳了。小峰和阿仁去了附近的荒村寄宿，吴焕找船的路上偶遇了海，还挑衅说要跟他比比谁更胆大。他们俩骑马直冲悬崖，谁先退缩谁就输，两匹马一下子就窜出去了，直接跳进了海里。吴焕抓着岩石勉强保住一命，还却赢了这场对决。吴焕没办法，只好成了他的帮凶。还所谓的大活计其实是打劫幕府的货船，今晚货船就要停在这补给，还计划藏在补给桶里，先用炸药让船爆炸，然后让吴焕开海盗船撞上去，趁
趁乱把船上的黄金全抢光。大雨如期而至，这雨对他们可是天大的好消息，还早就在商船上安排了内应，在内应帮助下成功把桶送上船。吴焕也开着海盗船冲了上去，可谁知商船上的守卫比想象的还要严，无数武士瞬间将他们围了起来。小作这时敲开了阿仁的房门，他求阿仁出手救吴焕。现在吴焕不仅得对付这些武士，还得小心背后可能的暗箭。这时还居然点燃了炸药，把他推向了海盗船。这一幕让吴焕恍然大悟，还根本就没打算让他活命，这个混账打算独吞所有金子。炸药一起引爆，海盗船瞬间四分五裂，吴焕因此掉进了大海。在濒临死亡的瞬间，他忆起了自己的往事，曾在琉球岛过着地狱一样的生活，靠打打杀杀勉强糊口。那时候他遇到了命运相似的还和小作，他们一起同甘共苦过。有一次还提议去抢劫一艘装满黑糖的船，吴焕二话不说就冲上了船，但还抢到货就抛弃了他。这下好了，吴焕被警察逮个正着，最后差点被执行死刑。吴焕趁机悄无声息地跳下悬崖，海水苦咸的几乎要夺走他的命。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，大海总没法拿走吴焕的命。吴焕还有仇要报，死不了。小峰在海边发现了奄奄一息的吴焕，小作请求阿仁干掉海，他要为吴焕复仇，还已经把金币藏好。为了感谢内应的帮助，还把他妹妹小作许配给了内应。阿仁紧跟着小作来了，今天是要清算总账的日子，还想用火枪告诉阿仁新时代来了。可阿仁却给他上了一课，7步之内我的刀最快。阿仁杀了海。阿仁打开房门，发现小作早和内应溜之大吉，这让阿仁意识到，可真正算计吴焕的不是海，而是看似无害的小作。小作正依靠着内应，他得依赖男人才能活，所以无论如何他都不会离开他。在那次海上打劫中，小作和内应利用了吴焕，借阿仁之手干掉了海，但他们没算到一点，那就是吴焕的顽强生命力。只见吴焕一瘸一拐的出现了，顿时吓得两人脸色大变。内应拔剑冲上前，结果被吴焕秒杀。吴焕向小作走去，却只是从他身边走过。对小作来说，让他独自一人活下去就是最大的惩罚。居然掉出了一袋闪闪发光的金币，这种奇迹发生在流浪3人组身上，意外之财让他们得意洋洋。在餐厅让小峰吃成了圆滚滚的，之后直奔红灯区，会所美女快给老子来！青楼马上派出最佳美女争夺这个绝色佳人。吴焕和阿仁开战，吴焕最终胜出，带走了巴叶。可怜的阿仁就由那些欧巴桑们伺候吧。黑帮头目们正围着一桌研究吴焕捡来的那些金币。老实说，这青楼下面竟然藏着个造假币的地下场。以前有个朝廷密探偷了一袋假币样本，逃的时候一不小心把它扔进了河里，结果这袋子偏偏被阿仁钓上来了。为了毁灭证据，黑帮决定要把吴焕他们一网打尽。说来也巧，巴叶其实也是个密探，他偷听到黑帮的毁灭计划。吴焕这时候偏偏要去冒险，巴叶一把抓起旁边的花瓶，我说吴焕兄弟，你咋总给女人坑啊？咱能不能记住点教训？巴叶穿上密探装备，准备溜之大吉，但头破血流的吴焕居然又站了起来。这一幕吓了巴叶一大跳，他抽出刀子准备反击，结果吴焕一把把他按在了墙上。他突然指着远处大喊，看着倒地的吴焕，巴叶却没抓住机会逃走。他看出这人虽强但脑筋简单，就主动勾引到，不如咱俩玩点刺激的，你先帮我个小忙。在巴叶的指挥下，吴焕空手闯进了隔壁，把那群黑道打得爪牙。巴叶却不肯兑现他的承诺，他嘟囔着这环境太差，办不了事。我知道下面有个好地方。吴焕急不可耐的一把抱起他跳下去，结果俩人直接掉进假币场。巴叶准备抓那个藏身此地的黑帮老大，老大却不慌不忙说，我手下有上百小弟呢，你哪来的胆子跟我斗？巴叶满不在乎的说，我有吴焕呢。吴焕却突然提不起劲，我才不想冒这个险。巴叶凑过来在他耳边小声说，我床上功夫一流哦。这句话立刻激活了吴焕，他立刻变身战斗模式，瞬间把所有黑帮成员放倒。黑帮老大临死前才明白，千万别惹急了的色狼，一举拔除了假币工厂。吴焕坚持让巴叶兑现约定。哎呀，快看那边的裸女，可怜的焕哥就这么被丢在了路边。但其实巴叶早就对他情有独钟了。后来每次提到吴焕，他都亲切地称他为未来老公。离开了大阪后，他们继续前往长崎，途中经过一片密林，从几个街头 rapper 那里听到了个小道消息，说附近山里有妖怪出没。吴焕和阿仁兴奋地要去探险，这让小峰超级不高兴。他抱怨，你们这支线任务开太多了，主线任务找向日葵武士忘了吗？吴焕听了火大，他本来就不懂向日葵是啥，小峰的指责让他心情超糟，两人因此争吵起来。小峰一时冲动提出分道扬镳，吴焕爽快的说散就散，两人就这样各走个路。阿仁在旁边无奈叹气，他选择了第3条路。分开没有多久，麻烦就找上门来。吴焕遭到冷箭偷袭，射箭的是个穿奇装异服的家伙。他
他质问吴焕是不是松前观的人，认错人后，他悄无声息地消失了。阿仁碰上了自己的弟子雪丸，雪丸曾是阿仁的超级粉丝，今天他是来为师傅报仇。阿仁不想伤害这个小子，挡下雪丸一轮进攻后，他主动放下了武士刀，对雪丸说：“你要杀就杀吧，我现在和死没两样。”说完，他跳下了悬崖。小峰那边情况更糟，他一直养着一只飞鼠毛毛，分开后毛毛也想离开，追毛毛时小峰滑下了山崖，他掉进了下面的河里。河中小峰开始幻觉，他在向日葵花丛中追逐一个男人，但那男人的身影越来越远。幻觉在毛毛出现时突然停止，小峰醒来发现他被那个偷袭吴焕的男人救了。那男人名叫欧库鲁，他不仅把小峰救起来，还帮他包扎伤口，还给他烤鱼吃，连毛毛都跟他亲亲热热的。欧库鲁跟小峰说，他的家乡曾经爆发过严重的疫情，全村的人包括他的家人都没了，只有他一个人因为出门在外才幸存下来，所以他特别珍惜生命。小峰想拉他一起去旅行，但欧库鲁说，你心里还有别人呢，他们才是你的家人，我要留在这山里陪着我妻子和孩子的灵魂。这边吴焕想睡觉去了，结果一群武士把他围了起来，带头的那个大喊，你这个贼子欧库鲁，快受死吧，你这是松前藩的惩罚。吴焕这下懵了，为啥老是被认错呢？他只能边打边忙着解释。武士们马上就发现认错人了，赶紧撤了。吴焕抓住一个跑不掉的武士，逼问得知欧库鲁原来是个杀人魔，他不但杀了自己的妻子孩子，还有村民，连来治疗疫情的官员也给他杀了。吴焕听后立马去找他，在一棵大树下发现欧库鲁在弹琴。吴焕不在乎什么正义不正义的，他只想和这个逃犯欧库鲁好好打一架。另一边小峰惊醒过来，碰见了阿仁，阿仁跳下悬崖没死，被河水救了。他在河边发现了小峰的鞋，就过来找他了，但雪丸跟来了，两人又打起来了。雪丸说，你怎么对我，我都不会放过你。那小子意志坚定的样子，阿仁决定尊重他。下一轮交手，阿仁的剑刺进了雪丸的胸口。雪丸临死前对阿仁说，我追你不是为了复仇，我只是想成为像你这样的人，我的英雄。吴焕和欧库鲁打得难解难分，就在两败俱伤的时候，松前藩的武士把他们围起来了，火箭雨般射过来了，空中火光四射，二人只好躲到了山洞。这时欧库鲁劝吴焕趁机逃掉，因为他已经厌倦了逃命的日子，觉得是时候正视现实。欧库鲁走到了武士们面前，把过去的事情一股脑全说了。原来那场疫情是松前藩的人引起的，欧库鲁为了给家人和村民报仇，就把那个人给杀了。不过松前藩还是坚持要把他抓回去，甚至用火箭炮打中了他的胸膛。这种无赖行径让吴焕火大，他对着那些武士挥起了剑，欧库鲁就变成了火焰人，让火焰在身上燃烧。他一步步走向悬崖边缘，然后一跳就下去了。欧库鲁的牺牲使得三人的友谊得以重铸。吴焕表示愿意帮小峰找到那位向日葵卫的武士，虽然他不知道向日葵是啥，也不知道长崎在哪，但为了好朋友，他愿意做出任何牺牲。你能想到现在流行的街头文化，其实都是江户时代遗留下来的。那时候的人也搞纹身玩说唱，晚上偷偷在街头涂鸦，时尚总是循环的。这些古人太前卫了吧？但流浪武士吴焕对时尚不太上心，此刻他在餐馆跟菜单过不去，因为不认字点不了菜，这让小峰和阿仁笑个不停。旁边桌的醉汉也忍不住了，他抱住吴焕就给他灌酒，开玩笑说不认字就是笨蛋。吴焕最烦别人教训自己，趁着醉汉醉了，把账单算在了他头上。出门阿仁想去道馆看朋友，道馆已经破败不堪，这里变成了混混的窝点。他们一见阿仁就拔刀想抢劫，下一秒被阿仁收拾得服服帖帖。从混混那儿得知，道馆老掌门已经去世，他的两个儿子把这变成了混混据点，他们现在在街上闹事。小峰路过劝他们别打了，结果成了众矢之的。兄弟俩夸小峰夸到天上去了，小峰乐得合不拢嘴。这时候阿仁刚好赶到，他当年答应老掌门照看这俩兄弟，结果现在看到俩人都沉迷不良风气，剑都不愿意练了。阿仁气得浑身发抖，甚至连隔壁的老和尚都叹气，说俩兄弟毁了老头子的一番苦心。看到俩兄弟又要争吵，小峰提了个建议，涂鸦比赛决出胜负如何，胜者可以当老大。小峰忍不住向吴焕炫耀，看俩人为了争我还要用文字决斗呢。吴焕却没抓住点，文字决斗是什么玩意儿？原来吴焕被那醉汉绑走了，那人其实是个老教师，抓吴焕只为教他认字。这老头子手段高，用了一天的铁腕教育，竟让吴焕学会了读写。此时兄弟俩已经开始涂鸦，地点选在了将军府邸，他们父亲就是被将军害死的。兄弟俩决定用这种方式报仇，要完成他们的复仇。俩人边画边爬向高处，辛苦攀爬到顶层，却发现有人比他们先到，居然是学会了写字的吴焕。他在屋顶完成了自己的标记，然后潇洒地离开了。吴焕的出现让兄弟俩醒悟，他们和解不再争斗，但决斗的奖励还是要给的。来吧，
大哥抱一个，告别了涂鸦的两兄弟。三人找了个野外破屋住下。有个女人突然跑了进来，她正被2个男人追杀。小峰赶紧帮她找地方藏身。女人叫百合，是位修女。她注意到小峰的骷髅挂件，发现挂件眼睛里有个十字架，明白2人都是信天主教的。小峰马上问他向日葵卫武士的下落。百合听后说：“你说的应该是青藏先生吧？”小峰正打算追问，然而追杀百合的那俩货突然杀到，小峰尽力想保白合，但一拳就被放倒了。等到吴焕和阿仁急匆匆赶来，百合已经被绑架走了。为了追查向日葵卫武士的线索，3人决定去附近村子打听百合的消息。可这村子给人一种怪怪的感觉，村里人晚上都聚在附近的洞里，洞里摆满了十字架和耶稣雕像。一个自称是伽利略3世的家伙在那传教，他对村民们说：“想上天堂吗？那就多献点枪给我吧。”这让小峰一头雾水。天主教啥时候用枪做通行证了？这时一个男人注意到了他，正是那绑走百合的家伙。小峰被他一把抓进了牢房，没多久百合也被扔进来了。伽利略3世想强娶百合，百合宁死不从，但3世以村民命运做威胁，要他今晚给出答复。百合在牢里向小峰透露，原来天主教徒曾聚集在长崎附近的岛上，但一次袭击后一切改变，青藏先生留下断后，之后音信全无。伽利略3世趁虚而入，笼络了教徒，他骗教徒们制造枪支，然后高价卖出，从中大赚一笔。这时吴焕和阿仁收到了毛毛的求救信，2人迅速闯进洞穴。正当3世准备迎娶百合的时候，看到有人冲进来，3世立刻带人迎战，但怎敌得过2位高手？吴焕巧妙躲避枪林弹雨，3世虽然没被十字架砸中，但假胡子却在这时掉了。原来他根本不是外国人。百合当场揭露他的罪行，但3世死不认错。他拿出 RPG 想把大家都炸上天，关键时刻 RPG 竟然起火。3世就这样被自己的 RPG 炸飞了。第2天，3人向百合告别。百合临走前问小峰：“青藏先生和你是什么关系？”小峰听了淡淡回答：“他是我爸。”确定了下一站，3个人又出发了。路过一个餐馆时，碰见了个盲女，她叫沙罗，靠弹3味线为生。盲人身份让她老受人欺负，吴焕站出来帮她解围。沙罗特别感激，他想跟他们一起走。有沙罗的3味线，他们不愁吃喝了。吴焕和阿仁做好了保镖工作，4个人的旅途过得挺愉快。沙罗的3味线上挂着个吊坠，那是他儿子的护身符，他从不肯说儿子在哪。吴焕对沙罗有点意思，洗澡时会闯进去和他一起洗，被小峰马上轰出去。沙罗倒是没放在心上，他还问小峰吴焕帅不帅，小峰说他丑得跟星星似的。沙罗听出了小峰的小心思，他问小峰喜欢吴焕还是阿仁，这问题让小峰哑口无言。过了几天，沙罗下决心要去找儿子，4人一起去了庙会，给儿子买了个拨浪鼓。原来沙罗的儿子不在长崎，他要和他们分开了。分别前，他拜托小峰能分个保镖给他吗？小峰想了想，决定让阿仁陪他，不知道何时能再见面。小峰感到有点失落，就这样简单说了句 OK。那晚阿仁和沙罗过了座木桥，沙罗突然露出真面目，他拿飞镖击落了阿仁的灯笼，竟还掏出了十字枪，原来他是个杀手。阿仁拔剑迎战，盲人沙罗的枪法却准得惊人，一向无敌的阿仁竟流出了冷汗。阿仁觉得自己快要挂了，平日里无敌的他居然被一个盲眼杀手压制，那把十字枪一闪就割破了他的腿。为了保命，阿仁只好砍断桥下的木板，一起跟杀手掉进了急流。瞧他的消息很快传到小峰和吴焕那里，他们急忙跑到河边，在大家的努力下，沙罗终于被救上来了，他还有一口气。小峰赶紧把他抱回家。吴焕在河边找到了沙罗的行李，他马上就明白了发生了什么。等他回到家，沙罗已经醒了，2人直接开门见山，今晚河滩上你死我活。面对打败阿仁的顶尖杀手，吴焕不敢大意，沙罗的实力完全出乎预料，他虽然看不见，但总能准确定位，那把十字枪能一击穿石。沙罗的攻势像狂风暴雨，仅仅3个回合，吴焕就被刺破了肚子，彻底败了。小峰的舍命相救让沙罗感动，他竟然给了吴焕一线生机。阿仁也被一个看似疯癫的流浪汉救了，这流浪汉看起来疯疯癫癫，其实特别聪明。他首先帮阿仁恢复了活动能力，然后给他上了一课，教他鱼是如何在水中感知方向的。阿仁立马懂了，盲眼的沙罗就像水中的鱼，他是通过感受某种水流来定位的。阿仁感激地向流浪汉学习，分别时他问了流浪汉的名字，阿仁把这些知识告诉了吴焕，吴焕马上懂了怎么对付沙罗。此时沙罗遭遇了一个戴火男面具的人，原来是用他儿子的命逼他必须杀死吴焕和阿仁。沙罗别无选择，只能顺从。吴焕和沙罗的生死战发生在雨中，吴焕按照阿仁的指点，把自己的气息完全藏在雨中，沙罗果然察觉不到他。
吴焕趁机发起了偷袭，但沙罗瞬间反应过来，沙罗的反应却是更快一步。吴焕直接追问沙罗：“你为啥明知故输？”沙罗满是悲伤的回答：“我早就知道我儿子没了，让这场无意义的杀戮止于我吧。”他的话音刚落，就永别了人世。他们把沙罗安葬，三人又踏上了去往长崎的路。经过一片森林，发现了一种超罕见的菌类。小峰觉得这能卖个好价钱，吴焕却一口吞下。阿仁跟着也尝了尝。就在这时，哎，别吃！小峰气得不行，正准备发火，地下突然震动，一道裂缝把他们三个吞没，陷入地底的黑暗中。小峰碰到两个长得可疑的男人，他吓得尖叫起来。吴焕听见了，赶忙斩断了一个男人的手臂。他们这才发现掉到了一个巨大的矿坑里。那个断臂男人是矿工，这矿坑的老板是仲，他自称是平氏家族的后代，正在这里挖掘祖上传下的宝藏。他拿出一张族谱证明。小峰对此半信半疑，但重说要是帮忙的话，愿意出1/10的财宝作为报酬。刚好三人手头又紧，就留下了为了钱。但这矿坑真的很怪，有些人工作着就忘了时间，还以为自己活在镰仓时代呢。小峰赶紧提醒他们，现在是德川幕府时期，中间隔了好几百年，可对方根本听不进去。矿坑的伙食就是未加工的芥菜，难吃的很，还吃不饱。吴焕一边吃一边抱怨，这玩意只有饿极了才会吃。吴焕的猜测可能真的没错。小峰注意到之前被吴焕砍伤的那个男人，他的手臂不知怎地又长回来了，而其他工人就这么走着走着，身体一下就开始烂掉了。这下把小峰吓得半死，他决定悄悄跟着包工头，结果发现这人竟然跑到墓地去了。我去，真把僵尸都惹出来了！小峰吓得转身就逃，他立马去找吴焕和阿仁求援。两人当时正在研究那张家谱，吴焕一听就拔剑冲了过去，一箭头就飞了去仲的头。面对根本杀不死的家伙，吴焕也是束手无策。阿仁这时候站出来了，他指着家谱说：“你看这有错，你根本不是平家后人。”这下仲猛了，更气的是被当作工具的僵尸工人，他们围住包工头要个说法，仲就拉出3味线来弹了起来。天上突然掉下个陨石，地上一声巨响，炸出蘑菇云。这疯狂的故事就这么结束了。到底是真的遇到僵尸了，还是那菌子让人幻觉了？大家觉得哪个可能性大？几天后，他们来到长崎附近，吴焕决定大吃一顿庆祝一下。结果因为吃霸王餐被抓，一个叫尹丸的老哥帮忙解围。他提了个要求，让他们陪他打场棒球。原来几天前有美军舰靠岸，他们用大炮逼开了日本的国门，这可把老村长吓坏了。尹丸站出来了，他说：“咱们棒球决胜负，这场比赛竟关系到国家命运。”尹丸的朋友们都吓跑了，都找理由不来了，只好求吴焕他们帮忙。尹丸通宵达旦教他们棒球，三人勉强搞懂了规则。第二天比赛就开始了，日本队除了他们几个，还有个80多岁的村长和一只8个月大的小狗。但尹丸依然很有信心，他和阿仁前2棒都上了垒。吴焕说：“我也不能掉队。”他双手持剑站上打击区，吴焕一副帅气极了的样子，把球击出去，结果跑得太欢，竟然跑过了头，犯了规被罚下场。轮到小峰上场，结果表现得惨不忍睹，结果没多久就3阵出局了。老村长连击球点都没走到，就因为腰痛原地去世了。这下全村的希望都落在了小狗身上，结果嘛显而易见。此时美国队开始耍些小手段，先是故意扔球把尹丸砸倒在地，紧接着用铁肘狠狠地撞在他身上。阿仁跑垒时不幸弄断了腰，这样一来我们这边又少了2个人。但尹丸绝不轻言放弃，他拉着疲惫的身子走向投手位，没想到对方的打者更加不守规矩，他的球棒竟然是个暗器，这下可彻底玩完了。现在只剩下吴焕一个人能上场了。吴焕此时心中充满愤怒，决定让对方见识一下他的绝招。吴焕的头球直接对准了对方队员，第一个打者被球砸中肋骨，直接去世；第二个打者被击中脸部，第3个打者被击中下巴。对方队伍顿时人仰马翻。最后一个打者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，他决心用这球决定胜负。这场比赛最终以双方同归于尽告终。事后美国人匆忙登上军舰逃离，据说正是因为这次事件，美国人在黑船来临前一直不敢再踏入日本。经过漫长的旅程，三人终于抵达长崎。他们和向日葵卫武士之间只隔了一道浅海峡。为了给这次旅行画上圆满的句号，三人特地享用了一顿豪华的牛肉火锅。这次他们确实付了钱。在码头时，小峰突然有了个请求，他想让吴焕和阿仁给他买长崎的名产蛋糕。2个武士虽然有点不情愿，但为了团宠，他们还是答应了。阿仁付款时不料发现了一封离别信，原来小峰趁机支开了他们。小峰默默登上了开往生木岛的船，他决定就此告别，留下的蛋糕是对他们的一份送别。吴焕和阿仁知道真相后，默默吃着蛋糕，心情复杂。
复杂难以平静。小峰顺利到达生木岛，他打算询问当地人向日葵卫武士的消息，可谁知提起这名字，大家都一脸厌恶，只有一位带孩子的妇人偷偷提示小峰，告诉他去北边海角的小屋寻找。小峰听后立刻前往，但途中经过一片向日葵花田，结果被3个恶徒截住了去路。这3个人分别是大哥刘子、二哥独眼和3弟疯子，他们一直在暗中跟踪吴焕一行，现在终于等到了小峰单独的机会，意思是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。同时，一位神秘武士突然出现在吴焕和阿仁旁边，他向2人透露，原来向日葵卫的武士本名霞青藏，因为信仰外国宗教遭到追杀，他奋勇抗争幕府军队，结果被列为全国头号通缉犯。这意味着不只是他有危险，追随他的吴焕3人组也在危险之中，他们的追杀者沙罗正是幕府派来的。话音未落，神秘武士揭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，他原是一位实力过人、不得已转行种花的天下第一剑客，曾是幕府的杀手一剑胜景时。吴焕听罢立刻抽剑向前，但他的野路子剑法不是景时的对手，景时步伐诡异，能直接穿透吴焕的攻势，一回合后吴焕就跌入水中。阿仁见状也拔剑应战，吴焕从水中爬出，2人联手向景时发起攻击，但仍难以分出胜负。就在这时，恶徒3人组的黄毛疯子突然现身，他告诉吴焕，我们抓到小峰了，你最好快点过来救他。阿仁急忙催促吴焕快走，吴焕毫不犹豫跳上船急速前往生木岛，阿仁留下来单挑景时。没想到他们竟然开始交谈，景时不仅认识阿仁师傅，还清楚阿仁是师的内情。回溯到几年前的某天，那时阿仁努力苦练剑法，道场其实是幕府的暗杀机构。正直的阿仁对此深感厌恶，景时便命令师傅让他去除掉叛徒阿仁。师傅夜里行动，试图刺杀阿仁，反击中不得已反杀师傅。知道了真相之后，阿仁更是誓不与景时罢休。2人在栈桥上决一死战，景时用巧妙走位轻松闪避，还顺势砍飞阿仁的眼镜。阿仁被迫退到了海边，陷入绝境的他只剩一击机会，这一击关乎生死。同时，海上的吴焕受到偷袭，战斗激烈到连小船都翻了，2人一起落水。尽管如此，战斗未停，疯子想用铁爪，但被吴焕挡下。吴焕一剑刺穿对方胸膛，吴焕艰难游到生木岛，到时已是气喘吁吁。这时，小峰被绑在废弃教堂，独眼已在那里等候。他问吴焕记不记得我？你曾抢走我们的黑糖，我们3兄弟因此丢了官，今天就是你的末日。吴焕对仇恨视若无睹，他一剑切断绑着小峰的绳索，催促他快逃。小峰犹豫了一下，看到吴焕的严肃表情，没再犹豫，他向北海角跑去，在那发现了一座木屋。木屋的老仆人立刻认出小峰，赶紧请他进屋。屋里床上躺着病重的男人，正是小峰的父亲霞青藏。小峰心中的委屈全然爆发，青藏曾抛弃了他们母女，使得他们一直过着苦日子。小峰一直想亲手教训父亲，但见他病态萎靡，不忍下手。老仆人试图缓解父女间的紧张气氛，谁料剑圣景时突然出现，原来他在码头的决斗中胜出了。景时奉幕府之命来剿灭通缉犯，青藏面对这一切异常淡定，他把遗言交给了小峰。对不起，我知道这不够，但求你理解，请相信我心里一直有你们。小峰这才理解，他的父亲成了通缉犯全是为了保护家人，他是无奈之下才抛弃他们的，一切似乎都太迟了。他眼前父亲遭到残忍的杀害，景时还要追杀他。听闻此言，小峰立刻逃跑，被景时紧追不舍，最终被迫到了悬崖边上。同时，在废弃的教堂里，无武器的吴焕正遭受独眼的虐待，独眼挥舞着锁链镰刀，残忍地折磨吴焕。独眼要让他尝尽这些年的痛苦，吴焕却冷笑应对：我这一生的苦你懂个啥？你的那点破事算老几？尽管短刀没中，吴焕抓住机会拿回了长剑，这让他重获战斗的力量。教堂内2人展开激战，因为撞断了柱子，教堂崩塌，他们艰难地从废墟中爬出，继续一路打斗到海边。独眼的练连攻势凶猛，吴焕只好把剑扔了过去，但完全没打中。吴焕趁机贴身肉搏，双腿一夹锁住独眼。接下来是吴焕的秀场，他将独眼击毙，艰难地站了起来，却突然中枪，原来是刘子突然开枪。吴焕忍着痛走向他，发现刘子的轮椅里藏着炸药。小峰在悬崖上已无退路，这时一位英俊男子慢慢出现，竟是之前失利的阿仁。他侥幸逃生，现在回来了。面对景时，他回忆起师傅的教诲，阿仁决定用师傅教的那一招，如果遇到比你厉害多的对手，就假装轻易被他打败，这样可以找到反击的机会。现在正是用这招的好时机。阿仁故意露出一个破绽，景时的刀锋迅速穿透了他，阿仁趁机反击成功，自己也受了不轻的伤。这时悬崖下突然爆炸了，是刘子的轮椅引爆的。吴焕感觉死神在招手，甚至他自己都觉得这回可能真的没戏了，但最后靠小峰一声呼救，2位主角都活了下来。听说小峰见到了父亲，他们决定来个决胜负。小峰知道他拦不住，但2人的剑在对碰时都断了，他们相视而笑。
同时倒下。当他们再睁开眼睛，已经过去了7天，在小峰和老仆人的悉心照料下，快速恢复。几天后，他们又活蹦乱跳了。这场旅行终于告一段落，三人在路口道别，他们带着微笑各自走向前方。